看来你的功力已然恢复了，比起当日雷家堡一战，还又精进了不少。足够杀你了。赵玉珍的无量剑。望城山赵玉珍座下弟子李凡松，今日来报失仇，请君赴死。还有我，望城山飞轩，请君赴死。萧瑟，去吧，这里交给我们。拜托各位了。赵玉珍的太乙狮子诀。你们想要给你们的师父报仇，但你们这功力却是远远不如啊！飞轩接力，大龙效力！什么？难道一根针都没有伤到他们？不对，有一针伤了他了。这是我来天喜之前亲自问唐门唐莲月要的。你能死在暴雨梨花针之下，也算是轮回报应。不好，不能让他逼出暴雨梨花针。有我。昌河，暮云，我做错了吗？这世间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是每个人想守护的东西不一样。有人想守护天下，而我想守护我们安和的子弟。那就由你送我这最后一程吧。极地地狱，可见光明，云雾皆散，得见明月。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怎么回事？此时的他不可能有神智才对。无心，大道无心，大爱无言，情是一缘情。醒过来吧，你是无心。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天外天的叶安世，我萧瑟最好的朋友，你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更不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接下来的路不止你一个人走，还有我们和你一起走。无怨无心无悔。
萧楚河，果然是你搞的鬼！好一个调虎离山！今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！给我杀了他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没让我来？我既然来了更好，今日就都死在这里吧。老七，你确定要手足相残吗？笑话！明明是他闯我的赤王府，倒是你二哥，看来现在你已经和萧楚河穿一条裤子了。当日在我府上，是他救了我；今日在你府中，我也要救他。我的剑术算不上高明，不过真打起来，动静也不会小。你担得起在你府中杀死2名王爷的罪名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就让你的手下动手吧。你是在威胁我？老六，我们走。无妨，没受什么大伤。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今日怎么不见司空姑娘？这倒是挺稀奇的呀。别提了，昨日一回来就进屋了，想必是生了一夜的闷气。谁生闷气了？我生的就是名气。萧瑟，你怎么想的？现在吴昕的厉害，那天我们在白王府就已经知道了。你还偷偷潜入赤王府，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嘛？我差一点就成功了，别说了我好像没用一样。你知道你差的那一点在哪儿吗？在哪儿？那一点在我，你只派白小棠去拦截赤王，那怎么够？所以你才会比预料的早那么多。如果你当时派我去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赶回来呢？看，答不上来了吧？若依姐姐，你来评评理。哎，雷无邪呢？哦，我帮你去找他。哦，若，你说。看看你，每次都要把人吓跑。坐下来吧。我昨晚想了一下，终于是想明白了。其实你是因为害怕我遇到危险才不让我去的吧？对，你因为我陷入了太多次险境。天启城这边的事马上就会结束，你到时候也可以放心回到雪月城了。但你也看到了，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遇到危险了。而且，你要是再不喊上我，我可就真的生气了。我生气你懂的，那你们到时候可就更危险了。萧瑟，其实不回雪月城也没关系的，只要能与你待在同一个地方，是哪儿都无所谓的。萧瑟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什么？大家长死了？昨日在赤王府附近，苏家家主苏沐雨、雷无节、望城山的李凡松、飞轩，以及雪月城的天女蕊，联手伏击了大家长。大家长被暴雨梨花针所伤，死在了苏沐雨的手下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殿下息怒。暗河的其他人呢？城中暗河其他势力都已退却，只留下了几个被制成药人，藏在了密室当中，未被唤醒。该死的！你去传2封信，一封给男爵，
萧楚河敢放出男爵使者入天启的假消息，说明他已经知道我和敖玉那边有联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形势便只能快了，让男爵在那个最好的时间动手吧。只是，什么是最好的时间呢？当义父入城的那一日，便是最好的时间。所以第二方传到木良城。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们收到老堂主的来信。阿爹，洛清扬出城了。是的，5日前，洛清扬离开了木良城，奔着天启的方向来了。以他的脚程，岂不是很快就到天启了？洛清扬是赤王的义父，一定是赤王让他来的。看来赤王想直接撕破脸皮，让孤剑仙来攻城啊！哎，萧瑟，这孤剑仙在5大剑仙中实力如何呀？比起当日的赵玉珍，他只强不弱。不过洛清扬这个人生性孤傲，不会轻易听从赤王驱使，一定是赤王叫他来带走什么人，他定会全力出战，这才是最麻烦的。他要带走谁？宣妃娘娘。江湖上倒是有些传闻，说洛清扬对师妹易文君情根深重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宣妃2次改嫁都没有选择他。孤剑仙的境界已经到了半步神游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要不我们写信给阿爹？3城主离不开雪月城，无双城又紧盯着雪月城的一举一动。如今2大城主都不在，再走一个，仇视雪月城的势力就会动。看来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啊。通知无双城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也是他们最好的机会。是。殿下，孤剑仙来天启挑战，怒剑仙前辈不是在吗？为何还要去找无双呢？虽然大师傅和孤剑仙同为5大剑仙之一，但是真比试起来的话，大师傅想要取胜，还是很难。可若是连怒剑仙前辈都不是对手，那无双城的小城主就更不可能战胜孤剑仙了。他若是受了伤，殿下岂不是损失了1员大将？若消息是真的，无双真的可以完全操纵无双剑匣的话，那么他与孤剑仙还有一战之力。不知他们会作何打算？他们，我相信楚河一定也在想他的办法。何人敢来雪月城捣乱？哦，你就是那个无双城的小城主。城主就城主，为什么加个小字？果然是宋彦辉的狗徒弟。此人剑术精妙，竟然不在师傅之下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。我方才悟出6国之术，还不熟练，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住手！无双城主，
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是想找我一战吗？期待已久。明说、清霜、风萧、绝印、杀生、破解、红叶、蝴蝶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去！这10柄飞剑，恐怕还不够看。那再加上这2顶呢？好，忙！司空城主觉得如何？虽有一战之力，却无一胜之机。我明白了，那便先战胜一战，再寻一胜之机。多谢司空城主。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就想给我展示一次飞剑吗？我得令要去天启，此去无归期，便想表却一些心愿。此行来到雪月城，一是想见一下司空城主，了解我如今的实力；二是想见见落霞仙子。见我？见我做什么？这个，我师父他已经放弃追逐什么剑仙之位了。如今他在我无双山后山剑庐隐居，他说他想明白了，若是仙子愿意，还请来无双城一叙。叙你个仙人板板！哎，你莫激动，莫激动。师傅，你可不能答应他。你看那个不要脸的家伙，那明摆着就是想吃回头草了。师傅，你不能去啊！师傅，跟他走又怎么样？呸！我才不会跟他走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嘛？你又不是小孩，没有师傅你不能活。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嘛，所以宋燕回能给你的，我全都能给你。说什么？这是表白？不是小孩子了，大人给的，你也都能给。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呢？你脑子被打坏了？我没坏。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要是没有动心的话，我脑子才坏了呢。我是你师父，所以嘛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记性不好，但这诗不是这么念的吧？我早就看你这臭小子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胆子居然这么大，敢这么跟仙子讲话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年有多少青年才俊是这样跟仙子讲的，都被仙子给打跑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怎么了？徒弟难道就不能跟师傅在一块儿吗？嗯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跟他说，我不去。有些事情，一辈子只能等一次，上一次放弃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师傅说的对。哎，臭小子，嘘，闭嘴！看来燕子有回时，爱卿无归日，替我师父遗憾一下。告辞。客官，店里还有吃的吗？真是对不住啊，客官，厨房早就停火了。我看那位姐姐那里还有些吃食。客官，3色。这位姐姐，我一路奔波，有些饿了，能否分我些吃食？你可知，即便是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同门，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吃饭。为何？因为我擅长下毒，你所喝下的每一杯酒，都有可能是穿肠毒药。无妨，伙计。哎，客官来了。酒杯。有点意思。今夜的月色这么好，姐姐一人坐在这里饮酒，是在想什么伤心事吧？有意思啊。
无双城小城主，你认得我？我认得你这剑侠。你可知我是谁吗？我记性不好，师兄可能跟我说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是暗河穆家家主穆雨墨。原来如此，素闻暗河穆家美女甚多，今日一见，传言不虚啊！真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孩子。我若是再敢往姐姐身边靠近一寸，姐姐就会折断我的手脚吧？那你试试啊！我可不敢。来吧，姐姐，咱俩喝一杯，顺便聊聊你眼睛里的那个人。哦，我眼睛里那个人。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韩一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0%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
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界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机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落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剑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100年前，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，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加上落花剑，这殿下一共取了9柄剑了。哼，你这是要把我天剑阁掏空吗？这9把剑只是个彩头，我真正要什么，国师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即便是琅琊王，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呐。若论剑术，我比王叔更强。
萧瑟，你先进去，这让我守着。多加小心，等我回来。父皇，很奇怪吧？你又为何会在剑阁中见到蛊？这剑阁如此玄妙，想必我是入了什么奇门法阵了。哼哼哼，你倒是一如既往的淡然了。看父皇的脸色如此康健，声音如此清朗，倒像是我心中的那个父皇。你很聪明，因为蛊只是你回忆里的那个父皇啊，是你曾经敬仰，到最后恨之极致的父皇啊。难怪啊，在我入阁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，看来我中的正是心魔幻阵，所以我的心魔竟然是父皇。旧案已平，往事已了，难道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依然放不下，为何那日你没有鼓足勇气，强行自己杀入法场，与朕彻底的决裂？我确实因为这个选择而自责。你恨蛊，当时恨，现在也恨，未来也还会继续的恨下去。旧案已平，只是琅琊王不会再回来了，你失去的那些东西也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杀了蛊，杀了蛊，就能了结你心中的愤恨。只有一死，才能换一死，这是你心中一直的想法，这也是你武功废尽，躺在暴雨泥潭之中心里的想法啊？不是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我曾经确实这般憎恨过父皇，即便是现在你已经做出弥补，但我还是恨。我恨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妥协。我父皇和琅琊王叔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天下安稳，我只是抱有遗憾。我遗憾我父皇当年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，战胜心魔，拯救兄弟。既然过去犹如覆水难收，如果我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当不留遗憾。你要杀了蛊，我杀的不是父皇，而是我心中之魔。你的朋友们都为救你而死啊！你又当如何？不留遗憾啊！果然是心魔幻阵。可惜了，以惊龙破门，以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
当你已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隔心魔之后，却又困于情义之间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应天？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。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再无渐进。他还能撑多久，你便还能握多久。没有谁能第二次进入这里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可惜了，对帝王而言，有些珍贵是无关紧要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说了这么重的声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咱们先能不能回答对方问题？你在里面没有受伤。你看，果然是个不错的吉祥物。从这里出来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来了。来了就好。就是来的有点晚。萧瑟，侯爷，李统领，外面怎么样？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天启城之内到处都在传皇上驾崩了，还有人杀人放火。现在天启城大乱，宣妃娘娘还打伤了禁军，离开了皇宫。宣妃娘娘？是。此次天启城暴乱，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刻意为之。侯爷，禁军我需要再带走一些。好，李统领，天启城就靠你了。属下告退。我刚收到白小堂的消息，南城起火了，一群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开始烧杀抢掠，北城也有暴民发动暴乱，京兆尹府已派人镇压，但是根本控制不住。西边的烟炮房也被人点燃了，附近的百姓正在四处逃离。正如萧瑟之前所说，天启城必会大乱。好大的一局棋，但他这局棋还差最后一字落下。他会来永安王府。萧瑟怎么样了？快去安排布置，庄内各方派人把守住了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太好了，父皇没事，消息是假的。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天启城的百姓都已经相信是真的了。不行，我得出去帮助李统领平乱。不许去！大师父，我与无双均在对剑之中，
受了重伤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这白王府。你若去了，便是落了他的圈套。大师傅，曾经我双目皆盲，身处黑暗，却从未放弃过追寻光明。如今我重获光明，可天齐城的百姓却陷入无尽的黑暗。我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呢？此行无关地位，只是重儿的一番坚守，还请大师傅成全。罢了。萧楚河如何了？入了永安王府，就再也没出来。咱们布局多年，今日一朝棋子皆出，他们怎是对手？只是那白王带着他府内高手正在外面平乱，加上卢剑仙，给我们造成不少麻烦。上下两军那边得到消息了吗？过了这血之夜，明日晨起，他们就会入京，恭迎殿下登基。好。可据宫里传来的消息，父皇还没有死，最多熬不过今晚，请殿下放心。哼，那今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只剩一件了：杀死萧楚河。师傅，快！拜托小神医，哪怕治不好皇上，也拜托你让皇上撑过今晚。拜托了。好。换一个。师妹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师兄，我随口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我本以为，待我养剑养得足够强大，便可天下无敌，届时就可横扫天齐，将你带走。只怪我自己太自负，太无知。江湖人杰辈出，怎会因你一人而停下？如若我可以早些明白这些，你我便不会一个困在孤城，一个困在囚笼。师兄这次来，是想带我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，我便带你去哪里。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去哪里。我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了。还没出嫁的时候，在家闲不住，有时间就想往外跑。父亲曾经说过我骨子里带风，注定一生奔走。造化弄人，我竟在这宫里一困就是10几年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自由了。师兄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带着世儿和雨儿一起走。好。萧瑟，我记得你上次像这样躺在我面前，还是在建筑。那是我真正的第一次从心底里担心一个人会突然的离开。离开雪月城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我自己，
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可是每次发生危险，都是你冲出来保护大家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速决。我化晚风，走红尘一双人，这一生也为爱，也愿寄予你相伴。其实一开始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独身又抠门的人，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师兄会同意带着你一块儿上路。现在想想，幸好他同意了，要不然我们要晚好久才能见面。我好像还应该感谢雷无极，幸好他去了你的客栈，欠了你的银子。萧瑟，我已经失去大师兄了，我不想再失去身边任何一个人。拜托你，如果你听得见我讲话的话，快点醒过来吧。1年前，我背着师门偷偷离开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提升剑术，提高境界，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我师父那样厉害的人，然后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扬名立万。很快，我便遇见了萧瑟、无心、师姐，还有大师兄。我的伙伴越来越多，遇到的对手也越来越强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在我有能力保护天下之前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伙伴。可是大师兄死了，萧瑟一次又一次的受伤。起初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可现在我却只能坐在这里。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有，很愤怒，又很无力。其实你坐在这里也是一种保护。你看，前面就是大门，后面是萧瑟住的房间。想要进入这扇大门的人，就势必要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，而你就守在这里，他们就要掂量掂量，是否能够打败你，或者如何打败你。你是他们不敢轻易闯入王府的理由，你还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？其实有你在，我安心了许多。你看，我心里也是害怕的。别怕，我一定会好好守住这里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们任何人。你也受了不小的伤，应该抓紧时间运功疗伤。这么守在这里，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离开仙山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。而且萧瑟晕倒之前的那句话让我很不安。什么叫做先救天启再救他？放心吧，我会尽快让他清醒过来的。虽然我的武功5年之内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。我来。5年、10年，就算我再也不能用武功也可以。我和他是同一个师傅，修的又是同一门武功，所以可以助他。千柳姑娘的好意心领了，还是去门外等候吧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醒的萧瑟。那就多谢积雪姑娘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快去吧。真是个傻丫头。
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突然有了一种没有萧瑟就不知道做什么的感觉。以前还总是嫌他烦，但只要有他在，咱的事儿总是能成。这就是萧瑟，总能给人一种信赖感。其实要做什么都不难，谁来了把谁砍了就是。哇，还是师姐威武霸气，有你在，我都不是最直接的那一个了。臭小子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骂我。哎，师姐，你怎么看起来像刚哭过？雷无姐，你说萧瑟应该真的不会出事吧？雷无杰，都怪你乱说话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我听说六哥和孤剑仙对剑的时候受了伤，我特意来看看你。他没事，王爷请回吧。我人都来了，你们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，这就是永安王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放弃吧，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吴心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洛清扬。萧瑟，你的伤……积雪把一身内力都给了我，现在昏迷过去了，但给了我一次再战的机会。刘杰，身上有伤别硬撑。我没事，我们先去把吴昕给救下来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9天引雷术。大家长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内力？万术飞花。雷门双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也只有一个死字。我们说，不死。胡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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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来晚了。唐莲，你是要与师门为敌吗？老太爷，此事之后，唐门的法我认，但我心中的道，我当守。研魔掌，那想必这位就是暗河大家长苏昌河了吧？哼，倒是有几分见识。那么，我猜你是……劳烦这2位雷门前辈，就拜托你们拖住这位大家长苏昌河，我们对付唐老太爷。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们的爷爷了，与你们这些人动手，我老人家还真是有点不堪呐。不堪？
前辈和晚辈动手，就算是不堪吗？我倒不这么觉得。本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年纪大，不代表道理就大。你们勾结暗合，偷袭雷家堡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堪。哟，刘杰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了？情之所至，性之所起。那便来。唐老太爷有近70年的内功修为，真气护体控制住了化气，雷无杰伤不到他。唐门有一暗器，专门可破护体真气。唐莲一怒，可敢一战唐门老太爷？雷无杰，拼尽全力，我相信你。小色，我若用出那招，10招之内我便会不省人事。那便撑上10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虽然你总是骗我。小小年纪竟能入得了那逍遥天境，剑仙所传，指龙云烟。世间所有的兵器，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凛冽如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风。小色，我接了13招，送了你3招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天洛，师姐，小色，你走。秦天剑的刀法，有意思。老太爷，回头吧。唐莲，你很好，现在敢与我动手了，只不过这个程度还不够。老太爷，我求你，回头吧。回头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带他们走。只因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，所以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大师兄，快退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现在可否算倒下了？还不够。哼！既然不够，那就对我出招吧。
不会再用唐门暗器。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，加入雪月城吗？我刚才对老太爷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，心中有愧。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。既知有愧，为何不退？守我心中之道。小瑟，你快走！我们都可以死，但你不能。走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师兄！无极棍，若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千里，一个叶若依，一个唐明，一个雷无极。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小瑟，你还真是个高手啊！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武功，骗你。但是你们高手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？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，才出来逞英雄。对不住了，小韩虎。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前功尽弃，性命危险。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萧瑟，竟能直通逍遥天境。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三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萧瑟，萧瑟，萧瑟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萧瑟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
就是为了救他。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，在这儿等我。怎么又追来了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啊！哦，战天兄的轻功还是这么快啊！看来你是想护住他们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打算杀他们。都怪我那傻徒儿，想让我给他们带个话。看起来我应该是来晚了。罢了，这一切都是定数。这帮孩子要是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但这李寒一他……就交给雷轰吧，还有劳如剑仙带他们下去疗伤。好。寒一，不要追了，寒一！你们败了。前辈，请莫着急。你又是谁？晚辈唐门唐泽，这次随老太爷前来赴宴，我有个交易，想与前辈讨论。交易？你有什么资格与我做交易？不知这满厅宾客的性命，可否算作资格？你什么意思？晚辈不才，可解这暗河的毒药。如果我偏就不呢？你信不信？你连自己的死都没有察觉到，你身上的药就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可如果我有的不是解药，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呢？或者说，其中有一些是解药，有一些是毒药呢？若你们一瓶一瓶、一粒一粒的去查，恐怕人也早该死去一半了。此次的事情跟唐门并没有关系。暗河潜入英雄宴，下毒谋害天下英雄，而唐门及雷家堡几位高手并未中毒，最终击退了暗河杀手。唐老太爷战死于此。厚颜无耻！确实厚颜无耻。好，前辈明智。但是这笔账，雷门一定会找唐门算，世世代代死亦不休。唐泽记下了。是你，我认得你，无双城大弟子卢玉宅。我也记得你，雪月城的雷无节。错，哪里错？我又不是我那个笨蛋师弟，我记性好得很，见过一次的人，一直都会记得。名字是对的，这称号错。哦，你离开雪月城。这第一句话，同样是使枪的，你不如我千落师姐许多，距离我三师叔更是差了108000里。还有一句呢？这第二句，同样是大师兄，
你不如我大师兄唐莲甚多。就这，你们无双城还想争夺天下第一，还真是可笑。列阵！我最讨厌就是列阵这种东西了。曾经，昆仑剑仙说道：“这剑是孤寂，剑是孤独的，剑客也是孤独。像这种结群之举，更是不入。”哼，可我听说剑心种也有世传剑阵。剑心种千人剑阵，守护剑种圣地，固若金汤，岂是你们这种花把式能比的？我的情报中，你不是一个这般话多、这般喜欢挑衅的人。也许是跟着某个喜欢冷嘲热讽的人时间久了，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性。我以前也是一个谦逊有礼的热血少年呢。你在拖延时间。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？啊不，你们10几个人打我一个，我拖一下时间怎么了？啊？哼，没用的。除了我们无双城以外，想杀他的人太多了。你拖延了我们的时间，只不过是换了别人去杀他。至少我们无双城只是想留住他。有多少人想杀他，就有多少人想救他。至于你们无双城想要留他，你可知道，若是他听到你们这样说，会怎么回你们？如何回我？哼，呸！起阵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将军，前方有人拦路。有人拦路？什么人敢拦我们的路？此路不通。你是何人？敢拦我洛城军的去路？天启4守护，朱雀，列南方位。你是那位前辈的后人吗？念在当年他对圣上的情分上，还请姑娘让开。哼，你知道这条线什么意思吗？将军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我以一。以一城养一剑气，孤剑仙这凄凉剑意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枪仙前辈怎么来了？我说季若风为何要重新开5把？原来是白小堂有了新的继承人。你父亲呢？父亲重伤未愈，便只能由我代劳了。为何重新开5把？想给过去的江湖一个结论，也想给未来的江湖一个开始。哦，有点意思。枪仙前辈这一次也入了冠绝榜前3甲，
但仍比洛清扬稍逊一筹。枪心前辈有自信拦得住他吗？我大师兄，他也是位列2甲，可在雪月城每天我都揍他，占着大城主的位置，每天就知道喝酒酿酒，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。这是我孝敬那位凄凉城城主的。凄凉城，北离开国之时，这里本也是一片繁华之地，可惜气候变幻，居民南迁，最后破败至此，被人戏称为凄凉城。后来剑仙独居于此，世人仰慕，称为木凉城。以一人为一城，这种气魄，真是令人敬仰。来了。走吧，这个人无意出城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剑鞘上的剑意已经告诉我了。不愧是冠绝榜上的高手对决，真是看不懂。不过我的礼物还没有送出去呢。你可以学他呀，长街飞酒。试试吧。予以送至，走了。这就是姬若风的女儿啊，白小堂新的继承者，也是新的白虎。客官，您的茶。你们这儿经常下雨吗？是啊，我们这儿常常下雨，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，有时候雨一下就是大半个月呢。客官的家乡是在很远的地方吗？是啊，我有2个家，都在很远的地方。那客官来这儿是做什么呀？杀人。客官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小二，你这里有酒吗？有是有的，不过不是店里卖的，是我放起来准备自己喝的。可以卖给我吗？我按3倍的酒钱给你。不是什么好酒，客官客气了。您稍等。客官，酒来了。这是什么酒？10个铜板1壶的酒，哪有什么名字呀？就是自家酿的老糟烧。老糟烧。老听他们提起，也不知道这里的酒和雪落山庄的是不是一样。雪落山庄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们中的一个说是门前落雪，门后飞花的文雅庄园，另一个却说是一间破客栈，也就比你这间茶铺大那么一点儿，而且四处漏风，屋顶破洞。小二，这间茶铺暂时被我包下了，2个时辰之后你再回来吧。客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？我来这里是为了杀人的。赶紧走吧，再不走，怕是来不及了。
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心剑吗？就是剑心之圣，可号令万剑。你们的剑都惧我，自然也不会是我的对手。好了，我已经亮出了我的底牌，你们是不是也该拿出你们的底牌了呢？无双剑侠，我已经期待很久了。师傅，半步逍遥，半步剑仙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哎，你不害臊吗？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们干脆别叫什么无双城了啊，改名叫个什么无耻城算了吧。先是10几个人打我一个，以多欺少，那也就算了。现在老城主也来了，以大欺小还要脸吗？宋城主，你比我师傅都还大几岁吧？您要对我出剑？剑炉内有剑道，剑炉外才有生死。我壁炉不出，始终再无半点精进，所以今日出城到此。就是说，用我的血铺你的路。喂，我姓雷，雷家堡的雷。你知道我们姓雷的人都是声势大，不怕下。萧雨，你找我，我在这。不愧是那个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萧楚河。萧雨，这次你真的过分了。过分吗？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可以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从小到大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的武学和财富在诸皇子中只能排第2。稷下学宫里，你入学便是祭酒门下弟子。我勤修武学，而你17岁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名扬天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我想要出头，就必须除了你。后来，你离开了天启城，我也终于获得了我的成就和瞩目。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。短短4年之后，你竟然又出现了。千金台之眼，你把所有人都逼了过去，连父皇都亲自到场。琅琊军兵变，眼看着已经打进了皇宫，你偏偏3言2语就把10万大军赶走。孤剑仙，问剑天启，你伸手都能引来天斩之剑，向天下昭示你就是天选君主。六哥，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居然说我过分，这合适吗？笑话！难道就因为别人比你优秀，你就要害人吗？本王跟你们不一样，甘愿屈居人下，听人差遣。本王要做人上人，谁敢挡本王的道，本王就要除掉谁。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要打便打吧。六哥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萧雨啊，你今天跟往常不太一样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你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比较冷静，不爱表露内心。可你现在把内心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说明你很不冷静。我做梦都在想这一天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我当然按捺不住我的兴奋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。是吗？就靠我这个朋友？是啊，
看着你被自己最好的兄弟杀死，可真是令人兴奋呐！那个风华绝代、酸尽人心的无心，为什么会失算成为药人？他若想逃，什么地方拦得住他？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变成这副模样？天启城里能够为他铺后路的人是谁？他能够信赖的人又是谁？是我，还有雷无极。你猜的不错。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雷无极，用无敌伏魔神通。好。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的怎么样了。哥哥，咱们无心的杀气没有方才那么重啊！那我就是没猜错，这套拳法可以正心魔去邪祟，对这药人之术同样的压制效果。不信，不信！不信？你明知我可真无信！看着我，看看你的心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自己的心，明叫无心，可真无心。清风明月，无怨无心无畏无怨。道是一念是伤，一念是梦，什么是缘？苍生难渡悲悯人间，大道无形大爱无缘。雷无极，走吧。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好吗？雷无极，你没事吧？败。我败了吗？雨儿，母妃，瑟瑟，我真的好想抱着你大哭一场。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无奈啊！一个个敌人打也打不完，我们这边非死即残。大敌当前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打不动了。看来还是你我一战。白日里那一剑，是天时所成，剑意所致。此时此刻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还有我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次出场，又是在如此危机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中啊？这难道或许真的就是天命？我无心命中注定就是那天神临世、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臭不要脸！不错，救出我的果然是你们二人。心魔影，大自在秘法神通，练得不错。是大自在天下无敌伏魔神通。哎，那当时随便起的名字，你记得还挺清楚。世儿，你竟然……母亲，你走了又回来，是要带着我这个兄弟吗？不是，师兄，你带雨儿走。娘娘，事到如今，一切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萧雨想杀我，争抢皇位，我不在意。但是他害死了我的朋友。他今晚发动天启之乱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他甚至勾结男爵，入侵北里。
又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他。你是要杀了雨儿吗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！我终于是那个被选择的人了。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不过母亲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离开天启了？还有你，不要一副以为自己赢了的样子，还没结束呢。师妹，我猜你是想以这东西胁迫我和孤剑仙为你杀人吧？他居然给他的母亲也偷偷下了要人之书。玉儿，你大逆不道！殿下，师兄住手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在那日见到母亲之时，我便已经知道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落入你的陷阱，被制成药人？我不懂药蛊之术，所以只能让自己身陷囹圄。降妖为魔，6根清净。退！林姐，诗儿，好，真是令人感动的母子重逢。果然，你心里只有那一个家庭。你走吧，带着你这个儿子走吧，一辈子也别回天启城了。愚蠢！师妹今生若不是因为你，根本就不会过得如此痛苦。你还如此的去伤害她。师兄，文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义父，你这一生痴爱母妃，自然是会为她说话。好，我就让你听听那些陈年往事。当年师妹和叶鼎之已经逃出了天启城，他们隐居在姑苏城外，但却又被人骗回了天启。你想想，是什么让他放下了眼下的幸福，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牢笼里面？是你。我当年有人假传我的话，说你在天启染上重疾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天启，也就此，他被困在天启，引发了魔教东征。而第二次，我本可以带他离开天启，可他又拒绝了，是因为他跟萧若锦做了交易，要保住吴昕的命，也要保住你皇族的位置。这些话不过只是托词罢了，都是托词。我曾无数次的说要来到天启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因为他看穿了你根本就不想放弃你皇族的身份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他在为你隐忍，在为你承担。你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吗？愚蠢！是你放弃了所有人。萧雨，你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，其实你得到的宠爱也很多。我母妃早逝，
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向往的。可你执着的，想要与我争抢的，都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。师兄，尽快带雨儿走。师妹，可这个畜生，他对你下毒。娘娘，做错事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萧瑟今天就是一死，也不会放萧雨离开这里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他必须去大理寺，由父皇定罪。原来我这一生是最大的笑话。殿下，玉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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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七，事到如今还是不服吗？只有自己先看不起别人，才能不被别人看不起。玉儿，玉儿，殿下。玉儿，下雪了。大剑今日竟有空闲到老道这里做客，真是难得呀。国师啊，有10几年未出天启城一步了吧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让国师亲自去啊？一个故人的约定罢了。对了，国师啊，我听闻5日前陛下回都之后，曾来过青天剑一趟。而在这之前，金衣兰月侯就出城而去了。哦，大剑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未免铺垫的过多了。好，那锦轩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陛下突然宣布要立储君，按照北离律例，这皇位传承会分成2个卷轴，一个给5大剑明达圣意，另外一份要给青天剑名传天道。只有2份卷轴上的名字一致，这储君之位啊才会承认。可锦轩并未收到那份卷轴，这心里不安呐，所以才冒昧求问国师。不知国师可曾收到那份卷轴啊？不曾。那可曾问过国师？问过。那国师可否给出自己的答案？我说过，天道只是一个可能性。老道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真正做决定的还是圣上。百可定国，赤可开疆。荣祸在野，天下难安。国师只说了这16个字，
这真是国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今日散朝之后，共有13位大臣前去拜会青天剑，可是都被国师拒之门外了。哎，只有锦轩大剑前去的时候，国师见了他。东邪，你说一下，这16个字，你如何理解？前8个字很好理解。白王萧崇是守国之君，大概是因为他性格沉稳，做事冷静。赤王您是开疆之君，说明勇武可嘉，以后对阵男爵，需要您这样可做帅才的皇帝。可这后8个字又是变数，有了这后8个字，好像前面8个字都白说了。不仅前面8个字，其实这16个字都是白说。这16个字不像是一句建议，从国师口中说出，更像是一句箴言。定什么国，开什么疆。真龙只有一条，天子只有一位。得胜者立于高台，其余的匍匐于台下，血流成河。一代又一代，一朝又一朝，星辰日夜变换，朝代交替更迭。唯独这件事，亘古未变。怎么样了？如剑仙和吴心在帮萧瑟一同运气疗伤，已经进去有些时候了。前辈，萧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萧瑟隐脉本来就受损，此番强行运功已经伤及到根本。我们2人用尽了全力，也只能暂时压住他的伤势，最多再能撑1、2日。那谁能救他？你师父齐天辰可以，但是他已经回到天启城了。药王辛百草也可以，可是他的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辛百草的徒弟行不行？你父亲？不是，剑心冢里还有个徒弟，剑心冢离这里不远。
我可以让师叔仙鹤传书，半日可到。怕是来不及，我再尽力一试。来得及，我们还有3日完。3日完？玄剑仙下山一事为何没有传到雪月城？唐莲求救雪月城的信又为何现在才到？莫急莫急，至少这几个孩子已经平安无事了。韩姨那边也有雷轰去追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如何不急？玄剑仙身死，雪月剑仙被逼疯，雷门遭围剿，唐老太爷和雷仙虎全都死了，而我雪月城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，还是靠着雷云鹤的仙鹤传书。我雪月城朱颖号称江湖情报组织第一，难道是吃干饭的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听他细说。说，近几日，所有派去大探消息回来的朱颖，全都被拦截了，有的被抓了，有的被杀了，好像是有人故意要封锁雪月城的消息。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封住雪月城？最少有上百高手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可以调动这么多高手？不行，我得去寻他们。不可，已经有2个城主不在，你若再去，无双城那边怕有异动。以后还会死很多人吗？会。战场就是这样。赢得够快够迅猛，就能越手死人。杀多少敌人不是目的，打赢这场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快点赢下来。你很喜欢楚河对吗？他叫萧瑟。又是你！我以为会有千军万马拦着我，想不到只有你一个人。听说这几年，你的内力虽然不能用了，但你仍然没有停止棍法上的修炼。我一直在等这一天。这一天？与你再战的一天。你不必和我虚张声势。如今你的经脉刚刚重塑，若论境界，最多不过是自在地境，你拿什么和我打？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救你。我不需要别人来救我，就凭一个金刚凡境的你。不错，这几年磨砺之后的你，的确比当年强多了，有资格与我一战。也许你会奇怪，为什么这一路回天启，什么阻碍都没遇到？那是因为有人替你拦下了，而我，他们自然是拦不住的。只可惜，我还不想杀你，因为我的徒弟想跟你有一场更公平的决斗。我期待你成为真正高手的那一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等到那一天，我再来杀你。雪月城大师兄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天启寺守护之玄武，列北方问，这才是我来这里的身份。听说你年纪虽轻，却已精通唐门的第一暗器手法万术飞花。今日若能一见，也算荣幸。我虽是唐家人，可终归是为萧氏人而来。我没有暗器，有的只是这一拳一掌，还有这7杯酒。天书、天旋、天机、天拳、
玉衡开阳瑶光，七盏星夜酒。天境，果然是好酒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垂天海域，方才那些不过是孩童的游戏。种族少年戏人间，见那世间最盛景，曾一曲唱尽凡尘歌，与那作茧不悔人。我亦曾恍然一梦入10年，见飞鸿江湖，苍茫海国。英雄林立，拔剑高呼。楚河，皇叔，回来了。我还没有看到那座城。让道。撤！撤！还跟当年一样，是匹桀骜不驯的野马。只不过现在小马长大了，我看没人再能控得住它了。侯爷，有群人在靠近。有多少人？ 听起来像是约有几百人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还有多远？不到1里。全军戒备，准备迎敌。戒备！侯爷，叶姑娘真是虎父无犬女啊！ 一直听闻你身体孱弱，久战都很吃力，没想到你这策马狂奔之时，气势一点也不输你父亲。侯爷过誉了，此次我擅自离开天启，也请侯爷见谅。无碍，你和楚河是从小长大的好友，我相信。那侯爷的意思是，不相信我的父亲了？你们叶子营号称虎狼之师，你父亲更是虎狼之首。 只可惜我们可以共谋天下，但不能全言信之。我们应该是来找同一个人的。你父亲和我约定，看1年之后谁能抢到你。侯爷还惦记着抢人之事呢。雪月城这位姑娘，貌似应该是经历过一场大战。怎么，你们遇到敌人了？区区洛城兵，算不上什么敌人。有点傲气。 你们也算是为他抵挡了一波敌人。我们从天启赶来，倒是半点事都没做，没资格和你们抢。想必叶姑娘也想明白了吧？是，我明白。我们谁都抢不走她，因为她不会听我们的。
但我们可以支持他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们追逐在他的马后。走吧，我们回天齐。小姐，我们也要去吗？跟到天启城下，你们再回去。是。叶姐姐，那个蓝月侯信不过吗？千洛，这天启城的人不能轻信，萧氏皇族的人，更是一个都不能信。玉，若玉姑娘，可是要去天启？当然。那正巧了，我也要去天启，不妨同行。好你个雷无极，没看见你师姐在这儿吗？只记得跟你的叶姐姐说话。千洛师姐，我好不容易从无双城手下逃出来，你可别把我给打死了。无双城，白王爷出手了。的确是出手了，不过他们的意图应该也只是阻拦，并没有想要追杀的意思。大家都到了，唐莲也应该出发了吧？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担心谁也不必担心他，有了他，事情便能安然的解决。我们只要回天启等着他便是了。千洛师姐说的非常有道理，雪月城大师兄那可靠程度天下皆知。咱们天启城再见吧。你还剩2杯酒了，可你们也只剩下1个人了。